我真的不懂要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这辆车。我是觉得它比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之前我有带过观众朋友看过 Honda Civic RS 这一辆车子啦。对于这辆车，我的印象是一辆非常热血的 C segment车子。但是如果是说这辆 Honda Civic RS 再加上 Hybrid 引擎的话，会不会更加的热血？今天就让我分享让你们知道。在没有开始今天视频之前非常感谢位于古来的网络 Honda Showroom 借了我这辆 Honda Civic RS Hybrid 来试驾啦。对于这辆 Honda Civic RS Hybrid 或者是其他 Honda 车款有兴趣的话，你们都可以在我下面资讯栏找到他们的 SA 联系方式。当然，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我们小铃铛，也别忘了 follow 我的 Facebook account 哦。在这边也先谢谢你们支持。好了，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OK， 现在我身后的就是这一辆 Honda Civic RS Hybrid 啦。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 Hybrid 版本的 Civic 和普通版本的 Civic RS 有些什么不一样。首先车头的设计基本上是和 Honda Civic RS 汽油版本的是没有什么差别啦，只不过它在中网部分加了这个 Chrome 的饰条，以及它的 logo 用上了蓝色的标识，来代表着这是一辆 Hybrid 车型。再来就是车侧部分车侧部分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铝圈这个 Civic Hybrid 它也是用上了18寸的铝圈，但是它的 design 是和汽油版本是不一样的。它采用了 Dual Tone 设计的铝圈，而汽油版本的话它采用了黑粗 Matte Black Color 的18寸的铝圈。当然，两者之间相同的就是都是采用了 Michelin 的 PS4 轮胎。再来就是这一辆 Civic Hybrid 它是有卡片锁匙的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handle 部分这个 Civic Hybrid 它的 handle 部分是采用了 Black 加上 Chrome 的 design。如果是汽油版本的话，它是 Full Piano Black 的 handle。还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就是在这个 quarter panel 这边。如果是汽油版本的话，它的这个 Chrome 边是只是到这边罢了。Hybrid 版本的话，它是直接延伸到这边，就让你看起来比较长的感觉咯。观众朋友，不懂你们还记得吗？之前我们是有看过 City RS 或者是 HRV RS 这两款 Honda Hybrid 车型，它们是没有 spare tire 的，都是采用了5胎机。而至于这辆 Civic Hybrid，它是有 spare tire 的，虽然讲它是一个 space saver 的 spare tire 啦，但是我是觉得比起用补胎剂是来的更加的方便，因为补胎剂事后的处理真的是非常麻烦，而且花费的费用也会非常的多。好，基本上外观大概是这样子啦。我们先看一下内饰部分到底有些什么小区别。之前11代的 Honda Civic 进入马来西亚的时候，对于它的内饰我是有点失望的啦。因为它有些东西被 cosplay 了，但是这个 Civic Hybrid 它通通都回来了。首先可以看到这个 Civic Hybrid 它已经是有给回了这个 wireless charging port， 这样子的话在充电方面是蛮方便的啦。再来就是它的冷气控制，在冷度的调节也是给回了双区恒温控制。当然不止这样，最重要就是这个10寸的 Fully Digital Meter 显示，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左边是你的电量表，右边是你的油量表，然后中间这边是有一个 Civic 的图案。你们觉得这个 Civic 图案单单只是这样子罢了，那么你就错了。看踩 brake， 它也是会跟着 brake 的。然后开灯，它也会显示开灯。哇，整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有科技感。好，外观内饰已经看完了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动力部分。这辆 Civic Hybrid 和汽油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引擎动力部分。这一次它是采用了 2.0 Hybrid 引擎，搭配了 eCVT 变速箱。引擎最大的马力是143匹，最大扭力则是189牛米。而至于摩托的最大马力是184匹，最大扭力则是315牛米。看到这样子的数据，我个人是蛮期待接下来的试驾体验因为电动马达的 Instant Torque 那种贴背感，真的是汽油车无法给到你的。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试驾环节吧。Let's go。来到王路 Honda 这边一定要找我们的 Joffy Go。你好，我是 Joffy。是。OK， 今天我们要试驾，这就是这一辆 Honda Civic RS Hybrid。对。OK， 我们在试驾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关于 Honda 的 Hybrid System 因为有些观众朋友觉得 Hybrid 就是 Hybrid 吗？ Honda 的有些什么特别？
所以接下来我讲的，你只要觉得是对或者错就可以了。因为你们上过课的吗？是不是？我没上课吗？我的知识都是从 YouTube 来的。对，所以你看接下来我讲的到底对不对？可以。对于这个 Honda 的 Hybrid 其实很简单，很容易理解。它就是有一个 motor， 当你在0的时候跑到110，可能120的时候，都是完全是由这个 motor 来做工的啊，所以你就不用耗任何的油。如果有的话，就是 engine 作为一个通电功能，来为这个电池充电，然后给电点 motor， 对啊，是这样子吗？对啊，当你跑到120，可能130的时候，再切换成 engine， 高速的时候是，所以我的这样子的理解有错误吗？没有错，没有错啦哈。所以 engine 就是它的充电器，motor 就是它的处理点。所以像是平时你在 city road 啊，走走停停的时候，都是在用 motor 在走的，所以就没有任何的燃油消耗。对啊，除非你的车子好像现在电池不够了，它会帮你插，对，去充电。所以我们现在来试驾这样子，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先来一个0到100起步了哈。OK， 走。哇，那个贴背感十足，不像 Hybrid 车，是它完全不会给你有 Hybrid 的感觉。再来就是它还有模拟换挡这个声音换挡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其实 Honda 的 Hybrid 车它是没有压箱的。它虽然讲它叫做 eCVT，但是它只是在最后的一段数加了一个 high speed 的压罢了，基本上其他的可能你从1号档、2号档、3号档都是采用了模拟的，所以它还是有加入了这个模拟换挡声音，所以感觉到非常不一样。你不会觉得你在驾这一辆 Hybrid 车，它还是有那个换挡声音。对于 Civic 的底盘调教，我已经是很满意了的。在 RS 的时候，那个底盘调教我觉得是很满意了的。但是来到这个 Hybrid 的时候，加了一个电池组，更稳。我之前时常 complain 的一个问题嘛，就是Honda 的 Hybrid 车子都有一个痛点，就是吵。对，当它切换成汽油引擎的时候，像是我们在 Highway 加到130、140的时候，切换汽油引擎的时候，会有声音很大。对，那引擎声音真的是，感觉上好像那个车有点。Civic 汽油版本的隔音表现，我是觉得很好的，真的很赞。所以我们试一下 Civic Hybrid， 如果是用这个 Hybrid 的话，会不会更加的潮，还是更加的好？来，走你。OK， 我现在是加到差不多是130啦，声音只有2个，风噪、胎噪，完全没有很大的 engine 声，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完美啊，完美。可以切成 Sport 档，嚯！你切成 Sport 档过后，还模拟那个做拜声音给你听。What the？ 有辆跑车这样。我真的无言，不懂要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这辆车。我是觉得它比 RS 版本，就是汽油版本的 Civic 来的更加的热血，太爽了！底盘又稳，引擎动力又有，真的是爽。它完完全全解决了 Highway 没有力 Honda 车子 Hybrid 车子在 Highway 没有力的最大的问题。它用这个2.0的 engine 搭配这个 Hybrid 真的是
然后至于这辆车，它的整体的配置哦，我是觉得啦，也是非常蛮赞的，像是 Honda Sensing， 所有的进阶式安全功能系统里面哦，我试过的车子啦，最好用的就是 Honda Sensing， 够聪明。OK， 来，我们现在开一下 Honda Sensing， 刚才 Joby 讲，我们还可以看到车的。但是哦，有，有，旁边的车走过，它会显示出来了。走，你看，靠近那前面的车。然后重点是还会画前面车大概距离，跟你距离多少啊？太屌了这个。然后你看你摆出线哦，那个车的线会跟那个车跟线越来越近。那个会，提醒啊。然后你出左边，他就走去左边。左边。提醒啊。也智能呢这个。你看你的路是弯的，还有跟转弯。所以我还讲Honda Sensing聪明啊。所以还可以让你更看得到，你是现在什么状况。是。基本上今天的这个 Honda Civic RS Hybrid 的试驾就到这里了。对于这辆车，我给它有90分，剩下的10分是 Honda 车款，包括这辆 Honda Civic RS Hybrid， 有兴趣的话，你们都可以找我们的 Trophy Golf， 它的联系方式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你们可以在资讯栏找到它的联系方式。当然这个视频觉得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这样子的话你们才会错过接下来内容哦。好啦，我是 Ryan， 我们下个星期视频再见喽，拜拜。